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今天我想和你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。在冰冷的白雪中，有一场温柔又无法抵达的爱。它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在静默里融化了所有孤独的心。穿过界限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，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这是川端康成小说《雪国》的第一句。我们今天来讲这本书。小说从穿过界限的隧道开始，代表着空间的转移。那目的地呢？这个美丽的名字雪国，那是一个和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从故事情节来看，雪国非常简单。他写了一个舞蹈艺术研究家岛村，来到了雪国的温泉旅馆，分别和艺妓居子、少女叶子产生了情感纠葛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，但是它极致地体现了美丽、脆弱、短暂的日本式审美。就是这部作品让作者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这是日本首位获得诺奖的得主。那我们今天就跟随岛村所坐的那辆列车进入到雪国，进入这个美丽又极致脆弱的故事。在故事的开头，岛村在去往雪国的火车上遇见了叶子。这个时候的叶子正和一个病弱无力的男人一起在火车上。那一路上叶子就对那个生病的男人悉心照料，这些都被岛村看在眼里。透过火车车窗的照映，岛村被叶子的美所吸引。映在镜中的面容不够清晰，不足以暗淡窗外的灯火，而灯火也无法模糊镜中的面容，只是在他脸上摇曳。这是遥远的寒光不够照亮他的脸。就在灯火和眸子重叠，同人周围被微微点亮的这一瞬，他的眼睛变成暮霭浪尖上飘荡的夜光虫，妖冶而美丽。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会忍不住要读给你们听，因为文字之美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力量。那在这个故事中，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在同一站下了车。冥冥之中，岛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叫叶子的姑娘和自己也许会发生些什么。这么想着，他觉得自己在车上盯着叶子的行为有些可耻，可能一方面是不礼貌，另一方面呢，岛村此行的目的是来见一个叫做居子的姑娘。可是在路上，他却对另外一个女子如此关注，甚至期望和她发生点什么。在这个体面的男人自省的意识中，也会觉得确实有些难为情。岛村下了火车，温泉旅馆的掌柜来车站接他，两人一路聊天。岛村无意间知道，他在火车上注视的那位女子竟然和他要来见的居子姑娘认识，而那位姑娘照顾的那个生病的男人就是居子师傅的儿子。你看，几条线索就交织在了一起哈。尽管小说的开头首先出现的是那个叫叶子的姑娘，但岛村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为了跟居子相见，这已经是他跟居子第二次相见了。那么第一次他和居子是如何相遇的呢？岛村是一个靠着祖产在东京有妻有子衣食无忧的男人，他平时呢研究一些舞蹈艺术，那终日无所事事，对所有的事情都漫不经心。他会觉得这样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目标感。为了找回心中真挚的感情，他经常独自在山中漫步。他在界限的山里曾经流连了一周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从山上下来，到了这间温泉旅馆，就立即派人帮忙叫个艺妓来陪酒。那岛村叫艺妓来陪酒，就是想要消解生活中的一些无聊和苦闷，从艺妓那里获得一些情绪价值，获得陪伴。但不巧的是，当时正赶上庆祝道路竣工，村子里的12、3名艺妓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人能够过来。倒是师傅家的姑娘，也就是居子，也许可以过来陪酒。岛村就听得一头雾水，说这是居子是谁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
那派去叫人的女佣就解释说，这位师傅呢，既教三弦琴又教舞蹈，他们家里有一位姑娘，还不是正式的艺妓，那偶尔有一些大型宴会就会让她去帮忙。那这位姑娘很少独自给客人陪酒，但也不能完全说是个外行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练习生。那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位叫居子的姑娘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她不是正式的艺妓，就是跟着师傅在学习才艺，是一个没有太多社会阅历的纯洁的姑娘。那岛村听了以后就觉得不是很靠谱，因为他想要的不是一个纯洁的姑娘，但是也没有别的选择，就说还是请居子来吧。但是令岛村没想到的是，居子一出现就让他眼前一亮。这个女子看上去出奇的洁净，仿佛连脚趾窝都是干净的。岛村不禁怀疑，这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眼睛刚看过初夏的群山。女子的穿着透露出些许艺妓的味道，当然她并没有像艺妓那样将衣摆脱在地上，只穿了件质地柔软的和服单衣，领口抿得规规矩矩，唯有腰带看上去价格不菲，显得格格不入。这副模样倒越发惹人怜惜了。这就是居子的样子和她的气质。这是川端康成引领的一个日式审美，一个好看的女子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洁净，就连脚趾头缝里都是干净的，都可以去舔的。那岛村到底是一个有审美情绪的人，好看的皮囊是没有办法持久吸引他的注意力。那他就跟居子聊天，觉得有点没意思，也提不起喝酒的兴致。但是一个职业的艺妓，职责就是让客人能够开心的喝酒，所以聪明伶俐的居子就把话题转到了自己的身世上。他告诉岛村，他也出生在雪国。那在东京做艺妓当学徒的时候，有人给他赎了身，本来打算呢做个日本的武师傅安身立命，就跳舞的师傅啊。可是才1年半，他的恩主就死掉了。那这段经历呢，居子说得很爽快，可是之后的事儿却不肯说了。这个不愿意吐露的部分，才是真正关乎他眼前境遇的。居子19岁，如果他没说谎，就比实际年龄成熟，他看上去像是21、22岁了。那岛村就放松下来，聊起了歌舞伎的话题。没想到居子特别擅长跟人聊天，然后他说的忘我，举止中就渐渐露出烟花女子的做派，待人也就亲热起来，似乎也知晓了几分男人的心思。从这开始，这个居子就显得有点有趣了，就对成熟的男人产生了几分魅力。然而岛村从刚开始就当他是个外行，再加上他已经有1周的时间在山里面到处游走，没有机会跟人聊天，他渴望人情的温暖，于是他首先在居子身上感到了一种友情。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。那从一开始，居子就知道岛村和他之前见过的男人都不一样，这是可想而知的，因为乡下的男人呢，大多没有岛村这么见过世面，彬彬有礼，不太有文化。他们喝起酒来更是谈不上什么风花雪月，只会发发酒疯。但岛村是来自东京的，他和他所来的那个地方都给居子带来一些新鲜和迷人的想象，这是未知的。而岛村呢，也因为寂寞和百无聊赖，看到居子这样崇拜他，他就非常的欣喜。但毕竟居子并不是真正的艺妓，所以岛村就请居子帮忙，帮他找来一个真正的女子来排遣我的寂寞。居子说：“你说帮忙是什么意思？”明知故问。真讨厌，做梦也没想到你让我帮这种忙。他撅着嘴走到窗边，驻足眺望了一会儿远山，脸慢慢红了起来。这里没有那种人。骗人。是真的。他灵巧地转过身来，坐到了窗台上。这种事绝对不能勉强，全靠艺妓自己决定，旅馆也不介绍的，
是真的，不信你叫人来直接问问看。还是你帮我问吧。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种事？因为我当你是朋友嘛，相知而不求欢。这是什么怪话？要是有了那种关系，也许我明天就不想再见你了，也提不起劲头来跟你聊天了。我从山上来到村子里，难得碰到个能说上话的人，所以我不招惹你。说到底，我只是个过客。也是哦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再说，要是我找个你不喜欢的女人，以后我们再见面，你也许会感到厌恶，还不如你帮我选一个，这样你心里也会好受一些吧。我才不管呢！他愤愤地丢下一句，转过头去又说：“倒也是的。若是做了那事儿就没意思了，感情也不会长久的。”是啊，真是这样。我出生在港市，而这里又是温泉浴场。居子竟然没有反驳，坦率地说道：“客人大都是游客。我虽然还是个孩子，可以听不少人说过，他们说分开之后，那种有点喜欢却又没说破的人，才总叫人惦念，一直也忘不了。对方还能想起你，写封信来，也是因为这样。”这段对话非常的有意思，那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景中，在雪国这个特殊的地方，男女之间的隐隐约约的情愫是如何一点一点展开的。那岛村的这番话呢，当然是在为自己开脱，但他和居子特意保持距离，也是出于真实的顾虑。居子的身份是个谜，他是个有家室的男人，也不想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接下来他就直接表明，如果他和居子始终保持纯洁的关系，那么下一次他带家人来，也可以和居子一起玩。那居子怎么想呢？他口头上说，我也喜欢这样，平平淡淡才能持久嘛。但实际上居子是失落的，他的内心已经对岛村产生了一些难以描述的情感，但是岛村却对他非常礼貌，好像不准备有进一步的发展。那接下来居子真的带来了一位正式的艺妓，岛村却大失所望，根本不想有进一步的发展。的确，他先是见识了居子的纯洁和美貌，眼前的这个乡下土生土长的黝黑少女虽然是个真正的艺妓，可是岛村却完全不感兴趣。这是由于这种对比，也让岛村从心底里面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想要的就是居子，只不过是绕了个弯子。弄清楚了这一点，岛村一面厌恶自己，一面又觉得居子越发的美丽。两个人的感情就在这一来一回中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。有一个晚上，居子像往常一样，由于人手不够，他就到温泉旅馆陪客人喝酒。喝得醉醺醺的居子偷跑出来，来到了岛村的房间，先是咕咚咕咚的喝了很多水，然后自顾自的说了一通。小说中写，不行，我得走了，他们肯定在找我，一会儿我再来。他说完踉跄着走了出去。大约过了1个钟头，长廊里传来凌乱的脚步声，居子跌跌撞撞的朝这边奔来。岛村先生，岛村先生，他尖声的唤道，不见了，岛村先生！谁都能听出，这是一个女人赤诚地呼唤自己男人的声音。岛村觉得很意外，他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居子已经戳破了纸门，跌进了他的怀中。居子已经迷恋上了岛村，可他只有喝醉了，才有勇气来到岛村身边，才有勇气和岛村更加的亲近。就算是艺妓，也不能和客人随便过夜，何况居子还不是艺妓。但是浓烈的感情已经让他顾不上那么多。第一次他来到岛村的房间，还有尚存的理智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。第二次，居子放任自己彻底喝多，在酒精和感情的作用下，他冲进了岛村的房间，
而岛村也终于没能抵挡住驹子的魅力，一切都在发生。窗外在下着雨，驹子还有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。如果偷偷委身于自己喜欢的男人，是心甘情愿的，是快乐的，但他也知道这件事儿不能让别人发现，他得回去。可是岛村不想让他走，驹子就说：“不行，这可不行，你不是说我们只做朋友吗？”驹子不知道把这话重复了多少遍，岛村被他认真的语调打动了。驹子接着说：“我没什么舍不得的，我真不是舍不得，只是我不是那种女人，我真不是那种女人，是你说的，那样就长久不了啊。”他是醉了，而且醉得几乎麻木了，所以接着说：“不怪我，都是你不好，是你忍不住了，是你先动摇了，可不是我。”这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心事，驹子在自我挣扎。她一边体会到了欢愉，一边又在与内心的理智抗争。终于，驹子在对岛村的感情面前败下阵来，也终于敞开心扉。她借着醉意向岛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。这就是岛村和驹子的初识。回到东京之后，雪国的恬静和驹子的纯洁让岛村一直念念不忘。他们没有明确约定要再见面一次，但是岛村怎么忍得住呢？所以他第二次来到了雪国。岛村这次来到雪国和驹子是没有约定的，但非常巧，就在他抵达雪国的这天，驹子也在火车站。驹子当然不是来接岛村的，他是来接叶子和那个生病的男人。原来那个生病的男人就是驹子师傅的儿子行男。看到驹子的衣摆，岛村吃了一惊，他到底还是做了艺妓。驹子既不迎上来，也没有丝毫亲热的表示，只是无言地站着，远远望着。岛村便已感受到他的真挚，于是快步走过去，在他身边站住，却没有开口。这段描写其实非常的克制，有一些感情的表达就是这样，很真实。女人脸上擦着厚厚的白粉，想露出笑容，却差点哭出来。两人一句话也不说，一起朝房间走去。已经发生过那样的事，岛村却没有给驹子写信，也没来看过他，说好要寄给他的舞蹈书都没有寄。驹子必定以为岛村会一笑了之，把他抛诸脑后了。按理呢，岛村此刻应该先道歉，或者找点借口来开脱。然而，女人看都不看他，就往前走。岛村却能感受到，驹子非但没有怪罪他，而且心中满溢着思念。这是真的，驹子看到岛村的到来，差点喜极而泣。但他已经是艺妓了，他不会随便的扑进岛村的怀抱来流露自己的相思。现在岛村需要正经花钱才可以见到艺妓驹子，所以驹子努力的忍住，和岛村一起朝房间走去。直到走到楼梯口，岛村突然把左拳举到女人的眼前，只伸出食指，开口道：“他最记得你了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女人一把握住他的手指，再不肯松开，牵手似的上了楼。到了被炉前，驹子才松开手，脸刷得红到脖颈。他又慌忙牵起岛村的手来掩饰。“是他记得我吗？”“不是右手，是这只手。”岛村从他的手心抽出右手，伸进被炉，又把左拳举了起来。“我知道呢。”女人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轻轻抿着嘴笑了。她掰开岛村的手掌，把脸贴了上去。用触觉记住一个女人，岛村就是这样开场，让一个本来就对她有着很深感情的女子内心更加荡漾了。驹子即便已经是艺妓了，可是面对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，也免不了会害羞。接下来岛村发现驹子在数数，就好奇地问他：“你在数什么？”驹子不回答，仍然扳着手指。
5月23日，对吧？哦，原来在数日子呢。今天是第199天，正好是199啊。你记得真清楚啊，看日记就知道了。日记？你记日记？橘子说，翻开旧日记可是我的乐趣，什么事都原原本本的记着，自己读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呢。一个写日记的艺伎，这好像有点反差，这让岛村对橘子有了更多的好奇和兴趣。橘子身上永远有那么多可以挖掘出来的新的东西，他和身边的人那么不同，从外貌到心灵。而岛村发现，橘子不但写日记，还写他在15、16岁时读过的小说的笔记。岛村对橘子这些行为怎么评价呢？他说，真是徒劳啊。就是呀，橘子满不在乎的脆声答道，直直地望着岛村。完全是徒劳。岛村想再次高声地强调，但不知为何，就在这一刻，他感到一股静谧沁入心脾，仿佛可以听到雪花飘落。他被橘子吸引了。他明明知道，对橘子而言，记日记并非徒劳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岛村反而觉得橘子的存在更纯粹了。岛村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消极的，可是他却在热情蓬勃的橘子身上找到了活力。橘子就开心地跟岛村讲他看过的电影、戏剧，然后他聊个不停，似乎忘了在199天之前，就是因为热衷于这些，才促使他情不自禁地投向了岛村的怀抱。橘子对都市生活的向往，如今又笼罩着认命和放弃。他单纯的更让人感到徒劳，也让岛村对他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哀怜。岛村和橘子的关系，在外人看来只是客人和艺妓的关系，他们不应该参与到各自的私生活当中，他们不应该分享自己心灵中最隐秘的地方。但是橘子对岛村的感情是深刻的，他希望把自己完全的展现给他，以至于岛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，橘子还是坚持想要岛村去自己的家里看一看。就在岛村跟着橘子去家里的路上，他就开口问起，你家里是不是有病人啊？叶子是不是那个病人的妻子？橘子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责怪岛村，你已经见过叶子和那个生病的男人了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一下反而激起了岛村内心对叶子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。来到橘子的家，叶子就再次出现在岛村眼前。他不像橘子那么放得开，见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，叶子做完自己的事情就匆匆地离开。那后来呢，岛村是在一个盲人按摩女的口中知道了一些关于橘子、叶子和型男的事情。那位盲人按摩女告诉岛村，型男是橘子师傅的儿子，他的病一直不大好，长期在东京养病。听说橘子姑娘为了供他治病，今年夏天甚至出来当了艺妓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岛村明知故问，你说是那个橘子？按摩女回答，是呀，虽说只是订了婚，但能尽的力还是要尽的，只是往后。订了婚？真的吗？听说是的，我不大清楚，不过大家都这么说。岛村就知道了，原来型男和橘子是订过婚的。然后岛村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橘子婚恋的情况。橘子那么有魅力，当然有很多追求者，但他拒绝了追求者的结婚请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橘子以为自己怀孕了，而差点导致自己怀孕的人就是岛村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的橘子经历了怎么样的惊心和恐惧。可是岛村一走就是199天，毫无消息。那橘子就在一日一日的等待中，逐渐和自己的命运和解，彻底在雪国扎根，成为了一名艺妓。现在重新跟岛村相遇了，那天晚上橘子例外的没有离开，
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，还主动提出要给岛村弹三味弦，让叶子把琴送过来。这下岛村便顺理成章地问起了驹子和型男的婚约。驹子回答说：“你这人真是奇怪，听说就听说嘛，昨晚为什么没提？”驹子的脸上浮现出纯净的笑容。除非我看不起你，否则怎么好提起这事儿呢？你心里可不是这样想，东京人尽爱撒谎，最讨厌了。看吧，我一提这事儿，你就把话岔开了。才没有呢，那你相信了？信了。又撒谎了，你根本就不信。一开始的确有点不理解，不过别人说你当艺妓就是为了给未婚夫挣钱看病。真讨厌啊，说的和新派剧里的言情故事似的。我不是他的未婚妻，虽然不少人都那么觉得。我不是为了谁才去当艺妓的，只是做该做的事罢了。岛村说：“你老是说些像谜语一样的话。让我明说吧，师傅也许想撮合我和少爷，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，从没有挑明过。当然，他的心思我多少也猜到了一些，不过我们之间终究什么也没有，就是这样。哦，真是青梅竹马呀。是啊，但我们一直是分开生活的。我被卖到东京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来给我送行。我第一本日记的开头写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岛村不由得猜测说，要是你们俩都留在那个港市，说不定已经在一起了。我想不会的。是吗？别人的事儿你不用瞎操心，反正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搞清楚了驹子和型男的关系，岛村也就侧面确认了那个叫叶子的姑娘并不是型男的妻子。但驹子为什么闭口不谈叶子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后来的几天，驹子还是像以前一样，一有空就跑到岛村的房间，哪怕只是看他一眼，说一句话都是好的，他也无法奢求更多。有一天，驹子跟岛村讲了一句很动人的话，他说：“心里难过，你快回东京去吧。”我心里真难过啊。驹子轻轻地将脸伏在被炉上。所谓难过，是对一个过客陷得太深的担忧，还是极力压抑自己产生的痛楚？岛村一边猜测着，沉默了好一阵子。驹子接着说：“你快回东京吧。”我本打算明天回去呢。啊，为什么要回去呢？驹子清醒了似的扬起脸。无论我在这里待多久，对你而言都无济于事啊。驹子呆呆地望着岛村，突然激动起来。你不能这样，不能！他急得站起来，冷不防地紧紧搂住岛村的脖子，几乎失去理智。驹子当然知道自己和岛村永远无法真正在一起，无法真正拥有彼此，眼前的一切都是短暂的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就无法好好的享受当下，只觉得痛苦万分。这种感情我们很容易体会到，所以驹子嘴上在赶岛村走，心里却希望岛村也跟自己一样，为感情所冲动，勇敢起来，为了自己留下来。然而岛村却说，无论我待在这里多久，对你而言都无济于事。这句话彻底打碎了驹子的幻想。的确是这样。对于岛村来说，驹子只是生命中的插曲，不会改变他原本的轨迹。第二天，驹子一直把岛村送到车站。就在等火车的时候，叶子出现了。他跑来告诉驹子，型男快不行了，奄奄一息，等着驹子回去看最后一眼。型男仿佛就是驹子无法摆脱的宿命一般。可是当着岛村的面，驹子一口回绝了叶子的请求，说自己要送客人，回不去。岛村吃了一惊，何必还来送我呢？这样就行了。不行，谁知道你还来不来？
来，肯定来。岛村接着表态，我不知道你们3个人之间有什么事，但现在型男快不行了，他想要见你，才让人来叫你的，对不对？乖乖回去吧，否则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也许就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功夫，他就咽气了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别再固执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驹子说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死去。这话听起来既像是薄情，又像是爱得极深，岛村感到困惑。而驹子呢，他把和岛村相处的每一刻都当作最后一刻，他无比珍惜这个时刻，他也无比害怕面对死亡。那驹子对型男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呢？在我看来，更多的是责任和报恩吧。可是他显然对岛村动了真心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对岛村来讲，驹子只不过是一剂调味品，说不清是为了履行对驹子的承诺，还是因为对叶子微妙的感情放不下。岛村再次来到雪国，只会让驹子满心欢喜。这是岛村第3次来到雪国了。这次他知道驹子的师傅患上了肺炎，已经去世了。岛村3年来了3次，每次驹子的境遇都有变化。这一次，驹子彻底认命了，他接受了别人的求婚。目前他只是在努力的工作，想要为自己赎身。用不上4年，他就可以不用再干艺妓了。所以驹子请求岛村，这4年里，希望岛村每年都来一次，趁他还在这儿，趁他还做艺妓。这可能是驹子想要留给岛村最后的礼物了。一旦他不再做艺妓，他要嫁人，那么他跟岛村之间就真的各奔东西。然而天不随人愿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岛村和驹子的第3次见面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相见。当然，就在这次岛村到来的日子里，他抓住一切机会打听叶子的消息。这一下，驹子就确认了岛村对叶子的心思。但是这次，驹子和岛村的相处更加从容了。他不再半夜喝多了闯入岛村的房间，而是轻轻地进入房间，静静地观察岛村。为了不让人发现，他会在女佣进来之前躲进壁橱，用这样的方式来争取多一些和岛村相处的时间。就在岛村试探驹子，想要打听多一些关于叶子消息的时候，叶子突然出现了。他正在给型男上坟，而叶子也依然住在师傅家。在一次宴会的帮工中，岛村发现了叶子的身影。叶子是在厨房帮工，他从来没有赴宴陪过客。那客人多的时候，厨房里的女佣也提高嗓门说话，但叶子那优美的声音却从不在其中。打理岛村房间的女佣说，叶子入睡前总爱在浴池里唱歌，可是岛村从未听到过。这段描写可以让我们发现叶子非常的谨慎，他不愿意走驹子的路，所以他对周围的人和事非常警惕。然而一想到叶子在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岛村就对让驹子陪伴在身边有些顾虑了。尽管驹子很爱他，但是岛村认为这爱是一种美的徒劳。也正因为这是虚无的，岛村越发觉得他可怜驹子，也可怜自己。他觉得叶子眼中有一种光芒，不动声色地看透了自己，也看透了驹子。岛村对叶子动了心，但叶子不是艺妓，她也不会陪客人喝酒，就是这样一个比一开始的驹子还要纯洁的女子。岛村不敢随意地触碰她，他心存敬畏。驹子发现了岛村深埋在心里的感情，他就故意让叶子来给岛村送信。他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折磨自己，也折磨岛村。越痛苦，就越能证明两个人感情的深厚和浓烈。有一天，在宴会结束之后，叶子又送来了驹子的信。这一次，岛村终于有机会跟他说话了。
叶子总是有一种过分认真的模样。岛村问他：“你很忙吧？”“是的，不过我也做不成什么。”“我见过你好几次了，第一次是在你回来的火车上，你照顾病人，还让站长关照你弟弟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嗯。”“听说你喜欢睡前在浴池里唱歌。”“啊，您知道，是我失礼了，真是的。”叶子的声音美得惊人。“你的事我好像都知道。”“是吗？是听居子姐说的吧？”“她不肯说，她好像甚至不大愿意谈起你。”“是吗？”叶子轻轻地把头扭向一边。“居子姐是个好人，但很可怜，你要对她好些。”她说得很快，尾音已经微微发颤了。“可是我并不能为她做什么，也许我该早点回东京。”叶子的身体也颤抖起来。“我也要去东京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随时都行。”“那我回去的时候带你一起走好吗？”“好，请带我走吧。”他若无其事地说着，声音听起来很认真。岛村吓了一跳。岛村这样的男人习惯了风月场上的玩笑话，完全没有想到单纯的叶子会当真，他当然吓了一跳。岛村就对叶子说：“你去东京应该跟居子说一声吧。”叶子却直言不讳，说他恨居子。这种复杂的感情让岛村更加困惑了。那天叶子是哭着离开的，居子当然能够猜到叶子是被谁惹哭了。而岛村在这一次逗留在雪国的时间很长，他简直忘了应该回到妻儿身边，不是因为离不开，而是因为不想分开。岛村已经习惯了等待居子频频来见他，居子居然能闯入自己的内心。岛村明白居子的一切，可是他也知道这次回到东京，他轻易不会再来了。他是真的动了情，可是他也无法放弃原有的生活。而居子呢，在这3年里，他也有了自己应该走的人生路，他们的交集仅限于此，不该再有更多的扩展了。这些都是理智告诉岛村的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。那是一场大火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火舌就从山下的村子正中央窜上来。居子喊了几声，一把握住岛村的手，在滚滚上升的浓烟中，火舌时隐时现，吞噬着连排的屋檐。什么地方？是不是离你以前住的师傅家很近？不是。到底是哪边？更上边，靠车站那边。火焰穿透屋顶，腾空而起。哎呀，是碱房！天哪，是碱房烧着了！居子把脸紧紧地贴在岛村的肩膀上。原来那天碱房在放电影，电影胶片砰的一声着了火，火势蔓延得很快。居子打算去一探究竟，想让岛村先回去，但岛村并没有听从安排，他和居子一起来到了火场附近。一台水泵正向灰烬中的火苗喷射弓形的水柱，就在这水柱前，一个女人的身体突然出现了，她就是那样坠落下来的，她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态。岛村心头一震，却没有感到危险或者恐怖，只觉得一切好像都很不真实。那个僵直的身体在空中落下，变得柔软，又像是一只人偶，毫不挣扎。有的只是一种失去了生命力的自由。居子尖叫了一声，用手捂住了双眼。岛村却眼都不眨地注视着。他是什么时候知道，那个坠落下来的女人就是叶子呢？似乎就在一瞬间，叶子跌落在地上，小腿在地上抽搐了一下。居子的尖叫声贯穿了岛村的身体。岛村的脚尖也冰凉地抽搐起来，难以言状的悲痛向他袭来，他的心剧烈地跳动。原本是去看热闹的2个人，却在现场，在大火中
目睹了叶子的死亡。驹子疯狂地叫喊着，岛村想要靠近他，却被一群男人连吞带搡，踉跄着跌倒了一边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岛村之前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不会轻易再来了，就真的变成了事实，他再也不会来了。驹子的人生也将再一次发生巨大的变化，而岛村依然不能为他做什么，一切都是徒劳，一切的挣扎，一切试图想和命运抗争的努力都是徒劳。这就是雪国的结尾。